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被赵今麦的手搓烟熏妆拿捏，胶片质感下的烟熏妆深酒红唇很绝。蓝色灯带在镜头前轻轻划过，像一条带着冷意的电流，把画面切割成层层叠叠的光影结构。他坐在窗边，短发微微蓬起。眼尾晕开的蓝银色在胶片质感下呈现出一种近乎失焦的朦胧感。那一刻，你很难用好看去概括它的状态，更像是一种被精确调控过的情绪。这组大片拍摄于北京初春的一个周末，工作室临窗，室外风力达到6级。风并没有直接进入画面，却通过窗帘的轻微摆动、毛衣边缘的细小起伏，参与了整体氛围的建构。环境并不华丽，甚至带着一点日常的粗粝感，但正是这种不修边幅的真实，让画面有了生活的重量。造型师吴燕在采访里提到，短发不是随便剪的，是为4月底将要进组的悬疑片提前试水角色感。国内演员为了角色调整外形的策略并不新鲜，可像他这样把妆发当做情绪演练的，在95后里还真不多见。吴燕说他们参考了1994年时尚杂志里的钟楚红封面，又把2023年伦敦时装周 J.W. Anderson 的金属色眼影技法加进去，所以才会有那种蓝银晕染的冷调。短发的慵懒感其实是泡在热水里的。他头2年还在校园剧里维持半扎长发，粉丝的记忆点就是乖巧。2022年开端播完，他团队做过一次舆情分析，发现社交平台上对他外形的描述集中在邻家清纯，与他想挑战的类型片人设不对口。于是去年开始他频繁试短发造型，从戛纳短片单元红毯到湖南卫视跨年舞台，一步步降低观众对他的固有印象。数据挺实在，据巨量算数的艺人形象调研，赵今麦2023年第4季度的成熟感标签提及率比年初高了 18.5%。这种调性上的翻转，离不开这次蓝银烟熏和酒红唇的彻底放手。妆容背后的故事更有料。他用的口红色号是纪梵希小羊皮37号，号称人间复刻王菲。但化妆师把唇峰线条拉得更平，刻意让嘴型带点松弛感。理由很简单，他不想复制王菲，而是要把90年代的叛逆情绪和当下的社交时代焦虑揉在一起。眼妆则是混合了米奇77号星钻亮片，拍摄时导演特意让他盯着镜头3秒再缓慢眨眼，吸光之后会出现蓝靛糊，那是片方拿去做新剧先导片的伏笔。粉丝群里有人调侃是手搓烟熏，其实背后有完整的色彩心理学。蓝银组合能在冷光环境里修饰面中部，拉长他的眼距，显出少年气和疏离感并存。衣服看似随意，实则延续他对舒适感的执念。那件毛绒针织衫来自广州本土品牌 Live Fame， 当季主打口号是对抗办公室冷气。赵今麦选它，是因为这次拍摄的主题被命名为迟到的午睡。他想把在忙碌都市里寻找空档的状态穿在身上。去年国家广电总局的青年演员访谈里，他提过市场给年轻演员的窗口期越来越短。这个说法在今年被他用图像形式在解释，慵懒、松弛、质感，其实是对高压的一次反抗。衣服没有任何珠片，搭配一条暗灰色羊毛裙，摄影师让他坐在北欧风的旧椅子上，窗外霾色天，整组画面里没有刻意的光斑，反倒有一种拍完就可以出门买菜的现实感。这种烟火气正是评论区疯狂留言的原因，粉丝反应一向快。
微博热搜上赵今麦港风短发那天冲到了第6位，讨论里除了夸颜值，还有人提到她从童星阶段一路转型的努力。童星想接住成年角色，新鲜感和辨识度的同时在线。她上一次引发造型热议还是2021年奇魂剧宣阶段的少年骑手造型，那时强调的是纯净、干练。如今的她主动吸收复古符号，同时保留脸部线条里的一点稚气，这种矛盾美感才是吸粉关键。业内好友黄瑶和她聊天时开玩笑说：“你终于愿意把童年滤镜拿下来。”她半认真半打趣的回应：“滤镜不拿，怎么演现实题材？”这次造型还带动了品牌互动。赵今麦是 LANG 的大中华区护肤代言人，造型释出后，品牌立刻在小红书安排话题：蓝银眼影怎么驾驭？比它更快的是粉丝自发整理的同款攻略帖子，浏览破100万。数据侧面说明一个事实：年轻女演员的可持续话题不是靠1-2部剧，而靠不断刷新公众对她的视觉记忆。她团队也跟进，把幕后纪录片剪成4段，放在 B 站，用另一种语态讲述短发如何搭配宽松毛衣这种看似生活化的问题。评论区有人问她是不是要走王菲路线，她直接在直播里回答：“我就是想把所有我没体验过的风吹一遍。”这句随口而出的宣言，反倒成了最让人记住的部分。就连圈内造型师也开始把赵今麦当案例。时尚博主氧气时装分析说，他这次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把视觉焦点放在线条而非颜色上，发尾和下颌角平行，眼影延伸方向和眉峰一致，唇线与颧骨形成一个微微上扬的三角。普通人照着做，也能借用这种结构来修饰脸型。某种程度上，他的尝试扩散到了大众穿搭领域，这正是今日头条上大家愿意讨论的点：明星造型能否给日常生活提供操作模板？事情看似只是一次造型亮相，实则折射出年轻女演员在话语权争夺中的微妙策略。赵今麦不再满足于被动等待剧方物料，而是主动制造视觉事件，让自己在剧集空窗期也有声量。他不怕港风被说腻，反而不断把复古、少年、都市3种语义叠加，新鲜感因此延长。下次他还想玩什么风格，谁也猜不准。但至少这次蓝银烟熏告诉我们，他不躲在安全区里等角色来敲门。